院建校100年以来，秉承博大厚重、睿智的办学风格和大学精神，吸引着大批的学生前来求学。在这里，我们收获了知识，成就了梦想。那么，如何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的挑战，确定自己生活的方向，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吉堪布来为我们做一场题为“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的主题讲座。那下面先请我们教育科学学院包华教授给大家致辞。可能有人上过我的课，但是也许你们并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学生。我曾经多少次设法帮助他们复习、考研，然后联系家教、参加竞赛等等，甚至帮助他们找对象、谈恋爱。但是我慢慢发现，我的这些帮助只能给他们带来暂时的利益，只能照亮他们生活中很短的一段路程。不久之后，新的烦恼滚滚而来，所以我经常深深地拷问我自己的良心：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们，我的孩子们呢？黄金不如送人点金棒，我特别认同这句话。的的确确，有的时候暂时的一些物质帮助给我们的带来的利益是非常有限，也是微不足道的。真正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优良的学习方法。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了伟大的上师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他曾经用他的弘法利生，已经给无数的人们带来了解脱和安慰。然后今天晚上，他将用他渊博的学识，将用他高尚的人格，将给我们带来佛法的利益，将给我们带来终极关怀式的人生指导。我希望大家得到真实的利益，祝福大家。首先很感谢我们的包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看来他的的确确很关心你们，关心的方方面面这次我到南阳应该感觉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还没有出家，在读书的时候爱看《三国演义》，那个时候呢很崇拜，很敬仰诸葛亮的智慧。前一段时间说，南阳师范学院请我去做个讲座，本来我这次比较忙，但后来刚好是诸葛亮的故乡，以前也听过很多与他相关的一些精彩的故事，所以呢，我就产生了一种兴趣。同时，这个南阳呢，对我们的佛教，确实有很深深的渊源。这一点，也许我们在座的有一些90、80后的同学不一定非常清楚，尤其是在我们的汉传佛教当中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有一个叫做慧中博士慧中博士呢，实际上慧中博士的故事呢，我想提前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慧中博士，
他笑的时候很奇妙，基本上都是跟谁都不说话，像哑巴一样的。到了16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位出家人，有一位禅师，到他家里的时候呢，突然就是看到他就非常欢喜心，然后就开始随他出家。出家以后呢，当时大名鼎鼎的我们这个六祖六祖面前一直了11年，一直了11年。11年以后呢，已经这个真的开悟，真的开悟以后，一花开悟也，就是说六祖的最伟大的无为，这个开悟者之一。然后，他到了这个南阳，听说是这个白杨山这个白杨山，在那里呢，已经修行40年，修行40年。后来当时的汤玄宗，他发现以后，他邀请到这个长安去供养他。当时正在出现就是乱世之案了，然后呢，有国师就是这个徽宗国师回来了，回来以后，后来乱世之案结束之后，然后唐肃宗呢又邀请他当时真正成为国师真正成为国师。国师很不容易我们想一想，一个国家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的上司就是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呢，是什么样的，大家可想而知。那么当他封为国师以后呢，一直在前湖寺待着。后来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国王当时皇帝问他，你在医治六祖过程当中到底你学了什么？他问了这一句，然后他说你看见这个虚空没有？虚空上面的云是到底是定在哪里呢，还是挂在哪里？当时国王就是没有人回答。后来很多问题呢，就是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国师就并没有特别就是理他，没有理他。然后这个国师呢，这个皇帝呢，就是特别不高兴，就说是我现在大圣天子就是你怎么不理我？他说你看见没有虚空？看见没有虚空？他说我看见了。那虚空为什么是不理你？我虚空为什么没有看你？当时也不说话。其实这样的道理当中呢，在禅宗来讲是有非常深深的道理。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就是对这个禅宗也有如果了解。那么这个过了这个过往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唐代宗就是唐代宗，他有邀请就是这个徽宗国师已经16年就16年。那么后来国师圆寂之后，据说是在这里有他的一塔。他的一塔呢，应该是在康熙皇帝、雍正皇帝都已经进行维修，但是可惜的呢，就听说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2年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毁灭了，就是不复存在。这个是对国家来讲是应该一个国宝，可是没有。这是我想大家思考一下，你们这个南洋国师，人们都称为是叫南洋国师，但是南洋的年轻一代人呢，对这次问题想过没有？也许可能有些人有这么特别的有意义的历史渊源的话呢，视而不见，有这个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讲的还有一个禅宗的故事叫做是香严禅师就是香严禅师。香严禅师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是100丈面前就是开始这个医治。他非常聪明他非常聪明，什么经典论点都学而不忘的，都非常的聪明。后来100丈禅师圆寂以后呢，为善这个灵友禅师呢，因为100丈禅师的他的学友在他面前，他们一起医治了他，医治他有一次呢，就禅师问他说：“你没有生父母之前的话，那么你的性的本来面目是到底是什么样？”当时他就说
这个怎么样也是想不出来，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然后他问一个自己的禅师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回答？我现在所有的我学过的这些经论都是没有找到真实的答案。”后来就是他的上师说：“我如果跟你说的话，你以后会后悔的。我干脆不跟你说，你自己去参禅。”他又再次的把自己所学过的这些经论呢翻了一遍，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他的答案，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在那个时候呢，就特别的上心。他说：“我从此之后再不学禅了，啊，从此之后我再不学禅了，我应该当一个荤饭的一个和尚，荤饭的一个和尚。”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沩山禅师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南阳啊，当时南阳在一个香烟市，在香烟市呢，在那里住自己耕地啊，自己耕地。那么自己耕地呢，后来他在耕地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啊，就开始用锄头来挖地，挖地的时候底下有一个瓦片，这个瓦砾，这个瓦砾呢，就拉出来了一个，他就觉得有点凄凉，就顺便扔出去，啊，顺便扔出去。当他扔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接触到天边的柱子上，就啪的一声，就是有一个声音。当他的这个听到了这个声音的时候呢，这个禅师已经这个开悟了，啊，禅师已经开悟了。那个时候，他说，这个以己忘所者，不更现修持啊，就是忘了一切的这个所得，没有什么这个所修能修的。他还说，东涌样不如，不多悄然机，不多悄然机。他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可能我像你们那样的应该对此很重视吧？也许从来没有听过，是吧？很可惜。那么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他听到了这块瓦砾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所有的能取所觉二样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啊，所有的一切参啊、修行啊、念佛啊，就是这些概念都是对他来讲是没有的啊，对他来讲是没有的。那么他当时的东涌呢，就是指的是生活，生活呢就是完全是跟这个前辈的告诉他的是一致，就是跟他们的路就是一路走。在这个时候呢，根本不会堕入什么就是冥想上的就是一些境界，冥想上的境界。他证悟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非常的欢喜，他往自己的根本上师的这个方向呢开始明白大悟，说是非常感恩你。你当时如果给我开阔了，当时给我如果讲了这个参禅的内容的话呢，我今天的这种证悟呢不可能是有的。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这个感恩啊，非常的感恩。所以我想那么据说这个禅师的什么叫这个香烟师啊，这个香烟师呢应该有个上香烟师和下香烟师。听说一个好像现在的是已经在蓝水北调，就是个听你们说的，我不是特别清楚，我也刚刚来不是很清楚，但是可能是在湖水里面已经成了大洋洲了。是吧？还有一个呢，我以前看过一个照片，我当时很向往，就是我像那个香烟禅师那样开悟的话多好，就是听到一个声音，然后不会有什么这个你们经常在学校里面就所谓的这个山大压力啊，就是不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很羡慕，的确。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都有同样的一种知性，一种灵性，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可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呢，的确也就是快乐的比较少，痛苦的呢，应该是占了大多数，占了大多数。正因为这样呢，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简单的讲座，也就是说心理健康与这个职业生涯的这种规划
这个规划呢，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可以分析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就是先进的就是各种新颖的燃物，要了解一下先进的这个各种新颖的燃物。那么新颖的燃物当中，第一点呢，我想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话呢，各种压力就是所迫啊，各种压力所迫。怎么样各种压力所迫呢？大家都知道，考上了这个名牌大学以后呢，应该实现了一种梦想，应该就很欢喜很快乐。你到了这个校园以后的话呢，生活呢还是马马虎虎就是可以过去，可是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压力啊。我刚才说的，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三大压力，一个是感情上的压力，一个是人际关系的压力，一个呢还有这个求职的压力。据说有一个学校呢，对很多同学的进行测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感情恋爱方面的这个压力呢，占了32%，而人际关系的压力呢27%，而求职的这种压力呢25%，那么剩余的呢其他方面带来的各种的这个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应该是在不同的大学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呢，据说有些这个大学啊，刚开始进入大1、大2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这个谋求理想的这个愿望，可是到了大学以后呢，好多的大学生呢，就并没有原来你所想象的那样的这个美好那样的美好。刚开始呢，一方面有这个学习的种种的一些这个困扰、疑惑，还有呢，就毕业以后怎么样对这个家庭、对自己的这种生活面对这样的这个社会各种人际关系等等，带来的就是种种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可能就是负面的一些这个影响就是有影响。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包括到了大学以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学到很多的知识反而呢就可能学到了很多坏的东西。以前在高中和中学里面呢，这个人的品质智慧各方面应该很不错的。但后来的话呢，好像确实你的这种怎么说比如说电脑的话呢，像很多女生呢，据说就变成了一些硬笔记就没有真正的提出一些知识。像很多男生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了游戏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读大学，这个玩大学。那么你在大学里面就是这样，这混了几年以后，毕业出来的这个人才就变成了什么样？就是大家都应该非常的这个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第一个是有在各种压力的这种在压力下呢，就是求职的这种精神。求职的这种心情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呢，在想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心理燃物的主要的因素是拜金，就重视金钱，重视金钱。现在很多人。除了钱以外，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一些这个诉求有很多人就心里面就是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金钱不管是你读书也好，你毕业也好，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这些愿望想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以金钱为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拜金主义的一种这个趋向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心为境迁嘛，心为境迁，愚者这迷乱说如果我们的心呢被外境的财物、被外境的这个金钱就是所转移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将来就变成什么样？将来就是变成这个废物，就是除了金钱或者财物以外，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想法没有更多的这个想法。我毕业以后呢，我要可能有多少钱就是一直是特别重视钱财的这些人呢，其实你到了社会上以后，往往都是真正得不到有这个可能就反而就是得不到。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你得到的这种满足就越来越这个缺少。所以我们佛教呢有一个观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活观是什么样呢？我们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奢侈就是一定要我有多少，其实人钱再多的话呢，也实际上就是用不了多少用不了。当你离开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多钱呢，就是对你来讲是用不了的。你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苹果这个创始人乔布斯他离开的时候是有些资料里面说是67亿美元，但是一个人离开，他57岁的时候离开了世界，他带了多少？他有些同学可能想我有这么多的话，都是带不走也不要紧，我好好可以享受。其实享受不了多少，你最多是买个房子，买个轿车，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可能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人呢，往往都是包括就是比尔盖茨也好，乔布斯也好，他们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们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呢，都最不爱求财的。后来呢，就是很多这种金钱就是奔着他来的。乔布斯他最后就说了，我绝不会是以金钱来就是毁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么境界，我今天也没有用这个佛陀的就是最高的一些财务观就是说是的。但是呢，你们光是有一种妄想，光是有一种贪婪，光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呢，恐怕是我们一个在这个面对生活的时候就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是根本不敢面对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是在学校里面的是对自己有一种责任感，没有就觉得我的前途可能没有什么，我可能考不起。即使我考起的话呢，我不一定有钱财。白天这个做事也好，晚上睡觉也好，心里的所有的关注点全部都是放在这个人民币上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希望了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自己的心目的这种焦点呢放在这个钱上面？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我要回馈社会，我要孝顺父母，我要帮助这个其他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什么意念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成了一种最可悲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以前有一个论什么这个真言看，就是有一个文章，你们都在座都看过吧？它里面就是说是现在中国人面对人生、面对社会的很多的问题的话呢，首先是不敢看首先是不敢，中间是不能，最后的话呢就是视而不见还是我们天天呢就是满足着，但是呢实际上是这个天天就是天天都是就是就绝对是一种这个满足着，实际上是天天都是堕落着，还认为是一种光荣还认为是一种光荣。这些话应该是我们有些学者有些智者的话呢，可能需要就是值得详细的去探索其中的意义如果我将今天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中观思想、唯识的思想，还有更高的一些所谓的如来藏的思想的话呢，在座的同学就是也许会搭车睡，也许有些是可能坐飞机，
有些坐飞机实在没有钱的话呢，可能坐货车有可能。但是呢，我想实践的一些智者的语言呢，应该有探索的价值，有探索的价值。还有一点是我们的道德下滑的趋向是个很严重，这也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因素。这个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从文革以后的话呢，基本上，中国的这个原来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很悠久，道教、儒教、佛教，这个是应该是非常的珍贵。可是当时文革10年浩劫，10年浩劫当中呢，我们所谓的这7点7空，当时把这个孔夫子的非常珍贵的祥和寺全部摧毁了，很珍贵。然后佛教的这个寺院呢，也是摧毁的相当多。同时，我们的这个历史就被践踏，宗教的思想呢就是没有了。所以，大多数的新一代的这些学生、老师，他们的话呢，对佛教的思想呢，可以说一窍不通。我去过很多大学，好多的就很多人，不是大多数的，还有这个包括像汉地多年一直传承下来的儒教思想，像孔子、孟子的思想的话呢，也是基本上的不了解。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导致现在很多人呢，基本上对这个孝顺对人对这个仁人或者是理解等等这些学问呢读不懂，读不懂。正因为这样呢，如今在各大城市里面就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这是大家都应该知道。前2天小月月的事件这个我想在座的人最清楚的就是在广东这个佛山就是小月月洋水，然后被2个车的是绵羊，然后路过的有大概是18个人，也有骑3轮车的，也有骑摩托车的，也有去这个就开车的，还有走路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没有去救他，没有去救他。那么后来就只有这个扫地的一个这个老太太她去救，当然救的最后呢就也无济于事，已经死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发现的，但是这一点呢，已经说明了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没有真正的一种爱心没有真正的爱心。我们平时呢，不管是在学校里面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大家都是有一种自我的发展。首先是我为主，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要像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来着对整个大自然的，或者说是所有的这个包括动物在内的这些众生都去用这个关爱他们，要赐给他们。那这样的这种理念呢，就是现在是越来越这个缺少。越来越缺少的时候呢，那么人遇到这种痛苦或者是危机的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呢，都没有去管他，都没有去管他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就是叫吴志他说以后我们北大的这个精神呢，像遇到这个老人倒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去扶就是去扶。如果有人去诬告或者说是这个反咬他反咬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北大的这种法律制度他。如果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输了呢，那么就是我们呢
就是我们北大呢就是准备赔偿他，赔偿他，已经做到这个线了，做到这个线了。但后来他的这种倡议，他的这种这个意见呢，就是也受到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同反馈啊。有些时候呢，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已经如果没有法律的话，那就是人的这个良心已经没有了啊，这必须要利用法律，法律有效的时候呢，我去帮助他、扶他。但是你如果法律不存在的时候呢，不敢扶他，这也是非常一种这个遗憾的事情啊。后来我看到一个日本的一种这个信息啊，就是上面说中国的发展呢，如果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的这个层面上的话呢，就是那就不是真实的一个发展，必须要先转移到这个精神文明上。那精神文明上的话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从小学、中学、大学之间的这个学科里面有多少个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尊重老人、互相关爱？那这样的教学理念有多少？啊，以前北京大学另有一个教授在一个论坛上也是说过，就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改革呢，就是很不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就是涵涉到很多的这个道德教育啊，道德教育没有的话呢，即使你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呢不一定起到作用。你到了这个社会上啊，你的文凭都是很不错的啊，你在大学里面你的学习成绩啊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光是有一个分数能起到作用吗？恐怕起不到作用。所以在座的很多人呢，怎么样做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以前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一辈的话呢，虽然在学校里面教的不多，但是在家里面的教的比较多。实际上是家里的父母呢，就是应该是第一个老师，我们的家呢，就是应该是第一个学校。可以说，父母呢也当过班主任，也当过班长，也当过我们的这个老师。但是有些父母的话呢，现在基本上没有时间教你怎么样这个规矩怎么样做人的道理呢，基本上都没有教。那这是给你供一个学府，这是给你到学校里面去，从来都是不给你教授的。所以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就动辄就开始自杀，动辄就开始这个精神分裂，动辄就开始就精神崩溃，已经到了这个精神边缘。为什么？就是缺少一个道德的教育，缺少内心的教育。当我们的人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这个需求，而没有内在的一种控制能力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这个堕落，他会痛苦的，他会不自在的，他会无法面对就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还有前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新闻上，就是说13亿人无法扶起一个老人是中国现在今年的话，那就是有13亿多个人13亿多个人。但是呢，有一个老人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隧道的时候呢，大概是1个小时之内，他这里围观的人是成千上万，但是谁都没有扶他，谁都没有扶他，最后窒息而亡。那个老人88岁。后来好像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人们就是也有对此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说法13亿人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把这个老人扶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旁观者呢就是比较害怕。为什么？以前在很多新闻里面说就是这个老人如果扶了他，孩子扶了他的话呢，本来不是他来闯的，不是他来害的，可是呢，反而就是得到这个在什么打官司的时候呢，就是让他来赔钱，就是有这种现象。然后现在谁都不管了就谁都不管了。对这件事情呢，那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叫就是丁兆林教授他是国际传播研究院
也是这个教育学院的，他说过，他说13亿人呢，扶不起一个老人是我们的悲哀。他说，如果说比较这个不太适合的一句话来讲呢，现在这个中华民族是已经到了最缺德的时刻以前在国歌里面说，中华民族到了这个最危险的时刻，要大家站起来说。现在是怎么样呢？这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丁教授说的他说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的悲哀。也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在这样的可怕的阴谋当中呢，都是失败者。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学者呢，当然在这个河南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师范学校是很多才子的这种梦想实现的地方就是梦想实现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走出这个校门，要踏上这个人生之路的时候呢，你如果看见有些老人到了一个的话呢，你还是去扶还是不扶你们想过没有我想愿意扶的举手就是一个老人倒下来了，然后你去救他，去扶他，不敢扶他，觉得很麻烦的这些人的举手。不要不好意思，对，直接一点是你们举手的也有道理，确实应该扶，但是不举手的也有道理，也有很多的这个原因。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你真正去扶他，也许可能的确也是本来是我们去帮忙他，帮助他，但是呢，这个人反而就说是他创了我的，甚至你到了法官那里的时候呢，法官也说是如果你们不是创他的话呢，那么你为什么在那里停车？你为什么把他扶起来？我看到有些资料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但是呢也没有办法。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大家应该觉得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思考。所以我今天说我们现在心理任务呢，从这个3个方面，一个是压力，一个是我们现在对拜金就是特别严重，还有一个呢，我们的道德就是下滑的现象，就是由这3个方面呢，提出一个这样一种参考的一个建议参考建议。那么我们光有一个建议不行，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构建一个正确的这个心理健康就是要一个心理这个真正的这个健康。那这个健康呢，实际上是应该是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以前世界这个联合国就是卫生中有最像样的一个口号，说是所谓的健康呢，就是心理健康是一般的健康我们平时说这个人健康不健康，我们只看他的身体健不健壮，而没有呢就是像这个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样，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的。那么这样这个心理呢就健康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以前那个美国应该是纽约州立大学格里的教授，他是一个心理学专家，他就是专门说有一个心理学与生活，还有心理学生活里面说这个其实心理这个学呢，就是应该是一门幸福者科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合理的一种科学。那么从这个当中呢，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要心理健康的话，可能最好呢还是要学习一些真正的这个佛法我看我们在座的这些大学生当中呢，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有一部分呢可能也不关系那么多很多都是很现实主义者
只要是我有钱可以，我寻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对象，然后呢，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了钱以后我就怎么样过生活。除了这个以外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可能考虑到就是一些自己的信仰问题啊等等。其实我们需要一个信仰。人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应该说他的这个心里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空虚。我经常看到一些这个老年人呢，当他老年的时候呢，因为社会人们呢就是对他比较这个抛弃，他自己的整个身心呢就是日渐都是衰败日渐都是衰败，然后心里呢越来越就是变成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呢，一种这个无依无靠，就特别的这个可怜，很可悲。这是老年人呢，就是没有信仰的一种这个状况，而年轻人呢，就是应该有个这个信仰。当然，这个信仰呢，就是分两种的。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从小的是可能对这个佛菩萨、对这个佛教还有其他宗教的是有感兴趣的，就是这样一种。那么这种呢，就是很难以改变的大家也不懂这个改变比如说你自己没有信仰，你想改变别人的信仰这是不合理的。当然，这种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不推断的信仰这种信仰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想呢就是第一个是应该这个心理的这种这个信仰就是心理的这样的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呢，我再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过一个快乐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以后要一种建立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那么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心里面天天都或者说是经常的就是有帮助他人的这颗心帮助他人的这颗心。有了这一个心的话呢，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应该会快乐的这个是应该算是一种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健康呢，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的话呢，那么他是如果健康的话，对整个这个家庭就是所有的人呢就是有影响的。一个老师的心理就是健康，那么对这个学生、周围的其他老师以及这个学校的其他人呢，就是也直接或者是间接起作用。一个领导的心理健康，那么他的下属的人员以及这个相关的部门的人员呢，也有直接和间接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呢，来自国家民主，它的存亡呢，就是有着这个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就是非常这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在想就是像应该一个人呢有一种这个信仰，有一种真正的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话，即使他的文凭不是很高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是对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很阳光的，很快乐的，而且呢，他所作所为呢，就是对世界、对个人也是有利的，你们不知道，以前有一个教授叫做金克木金克木教授，他是一个小学文凭，后来就变成这个大学教授小学文凭的大学教授，这个人呢，是大概是1941年的时候，他在印度，46年的时候离开印度。这个人是以前就是他只是自己自学的，没有真正的这个，连中学文凭都没有中学文凭都没有。但是后来他自己的自学能力就是特别强，特别强。然后有学习英语，有学习法语，有学习
其他的这个语言。后来在这个印度鹿野苑呢，他在那个叫这个应该是巴西教授吧，巴西教授是被聘请为是哈佛大学的，还有这个南印大学的就是科林大学的就是教授，在他那里呢就是一直很多年就是学习这个梵文，并且呢在他的专辑里面说，他有学习释迦牟尼佛的初转法轮、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的各种这个教义。后来呢，在这个武汉大学任教，然后就是到这个北京大学。我在想，我们有些人呢不一定就是文凭就是很起作用说实在，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正确的这个人生观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文凭呢，也许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你要参加什么考试的话呢，也需要这个。但是你如果人不好，在这个部门当中过了2天，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话，那可能谁都就是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心里呢，应该有一种提前的做好一种准备，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我是这样想的，应该有一种随缘的关系就是随缘。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说随缘什么叫随缘呢？我不是一种消极的随缘，应该是一种积极的一面如果我什么都是不努力、不精进、不这个真实，什么都无所谓，浑浑噩噩当中过的话呢，那么这个叫这个随缘这是一种消极。但我们所作所为呢，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努力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去担忧它去担忧它这是我想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这种正确的这个人生观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自己就是不是天天的是向着这个自己，应该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大乘菩提心，大慈大悲你们也许可能不一定熟悉，但是所谓的大乘菩提心，就是要想帮助这个身边的相关的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帮助他们，就这种心态。有了这种心态的话呢，你建立的这种人生观呢，就是自然而然出现。这是第2点。那么第3点呢，我在想要有一个培养一个道德观就道德观念，培养一个道德观念。那么培养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呢？也是我们重视这个前辈的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文化不知道你们这里学过没有？像《弟子规》《论语》包括这个《大学》《中庸》等等，这些也要学习。然后我们佛教里面的就是像那个包括这个因果观佛教里面非常多的特别好的一些对人生有意义的。我们这里有些大学生，他学了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在人生当中是收获无穷的。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佛法的话，可能自己的人生就是会崩溃，或者是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无法解决。在这个时候，你已经遇到了这样特别这个深深的这些法呀佛教里面，比如说有些学习了，就是所谓的吉田大师所说的如心论。这个如心论从头到尾学一遍以后的话呢，你整个人生呢就完全都是改变的。这就是一种这个道德观念。这样的离台的心呢，就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这个出现的。这一点我是经常想起以前那个有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从这个印度有一次乘那个货车就是往这个报名就是地方就是前往的时候呢，他刚刚上货车的时候呢，那个门就是中央马上这个门关上，门关上的时候呢，他的一只脚在外面，结果一只鞋呢就是掉在后面的这个货车旁边的站台上。那个时候呢，就是货车就是往前方就是开始这个奔驰开的。在这个时候，那个年轻人呢，另一只鞋呢就是开始脱下来，然后从窗户里面扔到那个站台上，扔到站台上。
然后当时旁边的人非常好奇，就是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的一只鞋掉在地上，那么掉在哪里的话呢？也许可能就有一个穷人得到，穷人得到的话呢，希望他这一双鞋全部得到，全部得到。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行为，但实际上这就是印度最伟大的这个甘地就是称雄甘地的行为。我们想，一个人呢，也许是在这个从内心当中真正有一个这样的帮助他人的这种观念的话呢，久而久之慢慢的潜移默化，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着这个熟悉的。如果你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完全是一种自我的这种吹捧，那这样的话呢，当你到了这个社会以后，刚开始也许是有人这个受欢迎的，但慢慢就是最后就是你自己也是思考付出的。这一点我对各位呢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有用的一种这个敬老希望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种帮助他人的这个心帮助他人的这个心。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可能有人问就是到底刚才我们举手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小月时间那样，老人或者是孩子在路上倒下的时候呢，有人说要扶他，有人说是不扶他。我个人认为是什么样呢？我坚决的说是必须要去这个扶必须要去扶。但是我扶的过程当中，我如果被别人冤枉的话，别人也许可能我还要给他打官司，是不是？然后这个人也许死了的话，那我要给他赔偿人民债。如果他没有死的话，那在医院的费用也许可能我来付他。那这么办呢？其实从人的良心上讲的话呢，就是值得的从良心上讲，如果我们没有良心的话呢，就是那无所谓。以自我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如果凭我们的良心，人类的这种良知，从这个角度讲是应该值得的。我记得以前那个美国最伟大的这个总统就罗斯福。罗斯福呢，有一次他的这个家里面就是进了盗贼，然后呢就是好多东西都被偷了。因为一个朋友呢，就是给他写信，就是安慰他。那么安慰他的时候呢，罗斯福对他这个回信有3点就是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说我非常感谢这个盗贼，因为他虽然偷了我的一些财产，但是没有偷我的生命没有杀我的意思，没有偷我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这个我又很感谢他，因为呢他把我的部分的财产偷了，但没有全部财产偷，这是我感谢的第二点。第3点呢，他说又很感谢他，因为这个盗贼的话呢，是他就不是我最重点就是在这里就是是他不是我。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呢，当然是我们要具体分析的话呢，可能里面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就不敢去救他呢？不敢去救是一个是现在这个很讨厌的一些新闻媒体他为了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呢，就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符合实际道理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大肆这个宣扬，大肆这个传播。这样一个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没有良知的。说实话就也许可能肖月月当时这个遇到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人但是这个机制有些媒体的话呢，就是他非要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呢，就是一直把这一块呢，就是大量的这个宣扬。这样一个的话呢，人们都有一种这个刺激性，有一种这个敬而远之的这种信念。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学佛的人，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肯定会去救的。就这个是，如果它是一种这个假装的，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的话呢，他可能不会救的。而他是真正的有良心的人的话呢，他会去救的。我想我们藏地的话呢，好像这个情况就是还没有到达那么严重的。基本上
不管是到哪里的话呢，只要有一些人已经遇难了，只要有一些人已经这个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旁边的人都会这个伸出直言直说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路上有一个大概是50来岁的人呢，就是骑摩托车，然后路上就是有这个冰雪，然后冰雪上呢就是结果这个滑下去了，就是那个50多岁的人的脚呢就是碎断了，然后特别厉害，就是看起来就是流的血也特别多。然后呢，当时我看见就是10几辆车全部都是在停在那里，所有的人呢就是去准备，其实不需要就是10几辆车，只要1、2辆车就可以，但是他们都不做，就是他们都就下来开始，有些人就是拿出衣服来，有些人就是开始就是抱他的那个脚，因为送到医院呢还要大概20公里的地方，然后有些人呢就提供这车因为他是摩托车。我当时看到的话，就这个在这个宵夜时间在葬礼发生的话，那就是还没有到达那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是这个心里面有一种这个信仰。其实你们很多年轻人还可能不知道这个信仰的珍贵性。有了信仰的这个人生的改变呢，的确是不相同的的确不相同的。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信仰的话呢，那么以后自己的这个人生呢，的确有一种方向，并不是我们好像是蘑菇，就是突然就是长在这个草地上一样的，人就是突然就起来，一会儿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人生的这种生命呢，有始有终的，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轮流在这个轮回当中，现在就是变成人，以后也是随着自己的这个业呢，还要这个跳脱或者是解脱，这个有非常这个确凿的一些这个依据和意义的。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就是现在的是基本上都是不懂所谓的人生呢，就是这是几十年了除了几十年以外，考虑的就基本上都是没有，可以说是树木全高，目光断天了，太就是不一定了。应该说这个要翻阅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书籍应该看看这些书籍里面是到底是怎么样描绘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将来的话呢，在扭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不是1时2时，我们现在呢千万不能就是造特别严重的一些这个罪业。如果这种罪业的话呢，我的可能肉眼呢就是不能这个看，不会看到的。但是呢，实际上我将来的这个生死当中呢，一定会是感受的。不过很多人呢不懂，这也是这个情有可原的。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受过教育的有些人的时候不懂就这一点呢还是有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是大学生，大学生的话呢，按理来讲呢，他的这个知识水平跟一般的一些农村一般的一些牧民的这种这个水平呢要高。如果他们对这个人生的真理，他们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呢，我们对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些真相不懂的话呢，他们毕竟没有受过这么珍贵的这个教育。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教学环境包括可能有些老师也是不一定就是懂我看到大学里面的有些老师呢，特别这个关心学生就是关心学生。但有些老师的话呢，自己也基本上把这个课完成了一个的话呢，就其他可能没有什么这样一个大学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放松到了社会上以后呢，也极其的这种苦恼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现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应该存在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要第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有必要。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就是讲到这个事业的这个成功事业的成功呢，我刚才也讲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信仰。我不提倡就是非要要求这个什么这个皈依佛法、皈依佛教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建议呢希望大家如果有自己善念，如果这方面的这种兴趣的话呢，应该去研究、去学习佛法的话呢，我相信
你从中得到的这种这个价值呢，远远超过这个金钱啊，就远远超过金钱。为什么？这个是2500多年以来真正的这个人类的最这个进化的这种精神啊，就是精神就是接近啊，最进化的接近精神接近。如今在无数的这种这个学者和无数的人呢，他得到真正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利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呢，就是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话呢，恐怕是光是表面上用金钱、财富或者用世界的这种感情等等来满足快乐，这样恐怕是很困难哦。你们有些人可能对未来的这个生活是很向往的，觉得很美好的、很快乐的。可是你到了那里的时候呢，有可能特别的向往你的这种学生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是更加复杂、更加麻烦、更加痛苦，有面对的这个问题是更多了。所以以前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这个心理学家荣格啊，他专门有一个寻找这个灵魂的现代人啊，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他这里就是这样的啊，说我们人类呢，应该治的就是需要这个学习这个宗教。他说我们这个宗教的这种生活的话呢，对你来讲是应该是更有这个赋予的、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就更有价值的。而没有这个宗教的这个生活的话呢，的确是很空洞、很苍白、很无力、很这个糟乱无章，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非常多。可是真正从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些依靠主的，有一些归属的人呢，有多少？可以说是这个寥寥无几就凤毛麟角，非常稀少非常稀少。有时候我经常到了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时候，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在这个时候呢，就自己有一种感觉感觉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一种悲伤感这些人呢，真的是非常这个可怜。这是对眼前的这种金钱和眼前的一种肉体这个摩擦的这种感情，或者说是对这是一种这个钞票的一种需求以外呢，没有一个需求最完美的、最完整的一种这个人生观说实在，也许这句话呢，可能有些人就是不一定认可，但不认可的话呢，我们可以交流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这个互相的是可以这个交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我想我们人类就是需要这个理解。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人自己认为是比任何的动物、比其他的人呢，就是还要聪明，还要睿智，就自以为是这样。可是我们人对自身的很多问题的话呢，非常盲目就是极其愚昧无知，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是不存在这个我呢，反而去执着我这一点可能你们都不承认你们没有学过空性的人，你说我没有我的话不可能，我就是现在。但是我们佛教里面专门有一种观察方法，就是所谓的我在哪里。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的确你也是找不到的就是找不到的。也许有些同学呢这样子，这是一个新的认识，但是我特别希望呢，你们这个相续当中种下一个很好的空性的种子。你一旦呢，就是应该通达了这种我的这种真实的这个真理。还有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万法皆无常万法皆无常。那么万法皆无常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有些东西呢就是无常的，有些东西呢细微无常是我们根本发觉不到的，可是它确实是无常的。这种无常的道理，你真正已经明白的时候呢，当你以后在未来的这个生涯当中，我们说是这个生涯规划呢，我没有什么就是像那个设计员一样，给你们的爱情呢，给你们的这个家庭呢，就是一个一个规划，就没办法。但是我给你们要一个提示，希望大家要谨记。为什么？人生是无常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意外的事情，你根本没有想到的。
也许可能你的感情呢，就是突然就是遇到了一些就是不顺，当你特别伤心，你可能想自杀，想跳舞，想开始这个吃安眠药等等的。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句话就是无常的，哇，原来是无常的。其实这个是并不是，不仅仅是我，所有的人的心情也是无常的，身体也是无常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安眠药就不用吃了，这就是对你来讲是一种真实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救命的，就是灵丹妙药啊，可以这么说，所以像佛教的这些道理啊，表面上看来，也许你们讲，哇，就今天一个和尚在那儿夸夸其谈，到底在说什么？我还是该我的睡觉啊，就是我在听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已经教惯了，就是我还是爱睡觉的一个，也许可能这么想。但是呢，当你真正是遇到这个生活的时候，很多的无常的这些现象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心灵当中，在你的这个方方面面呢，就是会出现。你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思想准备的，当你面对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啊。有些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到了这个社会上找不到工作，1年2年就是一直考，最后实在考不起的时候，精神完全都是已经这个崩溃了。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我觉得这个考不起也是，这不要就是怨天尤人，也不要抱怨社会。如果你承认因果的话呢，这就是你的这个前世没有积累福报啊，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时呢，我们也要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你看现在我以前看过08年的时候呢，大概是有560万的这个大学生毕业，但其中呢就是还有400多万人就是没有这个考上啊，没有考上。没有这个录取，也就后来就是没有到达真正的这个工作。然后09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概也是有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啊，也同样的就是后来他们这个真正这个找到这个工作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少啊，非常少。这是一种正常的这个现象。为什么现在这个就业就是特别难啊？以前不是有一个新闻里面说是北大的这个才子的话，那就是最后就变成这个扬州大王啊。因为北京大学的有些这个才子啊，他实在是就找不到工作，就是后来就是成为这个扬州大王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好像去年还是在那里，苏州就是有大概46名的大学生就是专门扫厕所的。所以这是这个公开的一个新闻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现在你们不要认为哇，我现在大学生考不起，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也没有什么的。其实我们如果是佛角度啊，尤其是有一些稍微修行过的话呢，在人生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不公平，人生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呢，应该说是比较这个看破了，应该看得非常清楚的，很多的这个有因缘在里面。这种因缘呢，就是对我们的今世也有关系，前世也有关系，对将来的这个来世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动到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不但是对你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不会就是健壮容体的，反而呢，就是以后啊，就是应该就是各方面就是就增添就是更多的一些美好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经常就是想，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有一个很正确的这个观念的话呢，那么什么都是可以这个证的啊，就是还是有一个出名的书叫做是那个宗经中，他说这个心如正啊，心如正，万法皆正；心如邪，万法亦邪。啊，心如果是正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的你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都摆正了。如果心已经这个颠倒的话呢，那么你的所作所为都会颠倒的啊。你如果考不起，或者是你的工作有点不顺利，你开始搞各种各样的一些违法的这个现象的话呢，那么就是以后就是整个这个国土啊，就是会蔓延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这个痛苦啊。佛陀在佛经里面就是专门就是讲到这个《金光明三王经》。《金光明三王经》里面呢，就是说若见这个恶的这种现象的话呢，
那么就是没有制止它啊，就是如见到这个恶的现象，我们如果没有制止的话呢，那么它会就是蔓延，就随着呢就是整个这个王国内的话呢，那么这种恶缘的话呢，就是越来越正多啊，越来越正多。所以我们现在从个人来讲，应该是尽量的就是克制一些恶的习气。我们可能完全做不到就是100%非常这个好的人，但是大家呢也不能就是随波逐流，不能呢就是以现在这个时间人呢就那样啊，就完全的是就是自己有一种自我这个陶醉，或者说是自我这个消极的一种生态来去进行这个生活啊，这是不可以的。他应该有一种这个勇气，有一种自我奋斗的这个能力。现在为什么很多中国的这个孩子呢，没有这个独自的能力，跟这个国外这个相比较起来呢，在这方面就是很脆弱的。说实话，你们也应该是所谓的这个大学呢，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这个训练，其实我觉得是对生活呢，就是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这个准备和就是积极的一种训练的一种机会。有些老师，如果你没有教的话呢，你在大学3年4年的话呢，就基本上已经这个混日子过去了。那这样你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面对社会的时候，恐怕是就是非常的这个困难。而国外的很多这个大学，就是他们都是在大学里面呢，就是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对人生的各种这个态度呢，就心里有积极的这种训练的这个机会。其实我们人的心理训练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是身体的这个训练呢，你光做体操就是天天就是做几个动作，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有啊，是吧？大学有没有光做体操？有。心理体操的心理的这种训练啊，心理学是吧？这样做人心理学。心理学其实很好，但是我以前学心理学的时候，反而越来越多的困惑啊，有很多困惑。然后这种困惑呢，后来遇到这个佛法，学了几部经典以后的话呢，才完全这个答案出来。不然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开始这个出现啊。现在的很多有些心理学呢，你学了以后就产生种种的一些这个疑惑啊。其实大学里面应该我自己就是从这个人生走到这个路的话呢，虽然我们大家从智慧上是应该是都向往的，但是我们呢稍微就是坐在你们的这个前面，在生活当中的话呢，应该是对有一些这个稍微这个成熟或者是经验在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些大学生，最关键的就是需要一种心理的这种指导，心理的指导特别重要。我希望你们做老师师范学校大多数都可能做老师，大多数是那么做老师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为人师表，就看对学生的心理，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关键的。这种心理呢，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这种锻炼，就像是佛陀在佛经里面讲的，以大慈大悲来引导这个众生，无有任何条件的去帮助众生，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理的引导的话呢，就是对光是一个分数的这种比赛分数的一种竞争的话呢，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校。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教育是什么呢？这个人的好坏呢，就是看他的分数，他聪不聪明呢？就比较平时这个记得很多问题呢，就记得比较清楚的话呢，那就分数考得很好。但是到了社会上呢，很糟糕的，我都遇到过很多什么博士生研究生就是博士后就是好多的，刚开始看到他的文凭的时候，哇，这个人很了不起，某某某大学毕业的，哇，这个人肯定很了不起。但是跟他接触一段时间的话呢，就好多这个事情就是不是很这个如意的。那所以这个台湾不是香港那个中文大学郎咸平他凭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说是最好不要读什么，他的意思是不要读研究生，也不要读博士生，他包括他自己的孩子的话呢，
他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观点的是，我都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承认。有些有机会的话，读研究生、读博士生，还要继续这个升学啊，就这个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一些英国啊、美国啊，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学习方式的话呢，对学生的思想开放很有帮助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就是思想的开放不够，一直约束在一种金钱、压力、痛苦，或者说是家庭的小小的一个范围当中。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有个比较平等、包容、宽容的一种这个心态。不要因为遇到一点点的事情就马上这个生气啊。其实有些大学生没有心理的这种训练的话呢，就一达到一点的事情的时候呢，马上这个痛苦，马上这个自杀，马上现在社会上就是动辄就离婚啊，就什么事情都是马上就，这是说明对这个生活呢就是没有面对的这种勇气和能力，没有训练。性的训练很重要，性的训练很重要。身体的训练，我们看到动物园，就动物园里面的很多动物都是你跟它训练以后的话呢，就是最后都跟人差不多了。可是我们的这个性呢，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呢，就是跟动物差不多啊。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应该可能需要就是值得特别要就是重视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在这里就河南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有意义，就是恢复佛教这个历史，来扮演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里呢，用一种佛教的慈悲、佛教的智慧，还有佛教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价值呢，就是滋润每个人的心田。让每个人的这种知识呢，就是应该是对自他的就变成有利，就是开花结果，要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前进。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河南啊，尤其是这个南阳和洛阳这一带，就是恢复历史的这个呢，的确也很有这个价值的。现在因为政治、文化、经济的重心呢，就是像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包括就是这些大城市。但我自己认为是，像这个河南这一带的话，确实更有意义，更有这个探索的这个价值。也许你们自己，河南人呢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拉萨的这个老太太呢，就是她不去朝拜这个拉萨的救国佛。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其他地方的这个藏族人呢，就是特别的向往拉萨的这个佛像，但是拉萨当地的人们呢，他不以为是这个很珍贵的，所以你们自己的人呢，可能对这个佛教这样的这种名胜古迹啊、悠久历史呢，不一定很重视。但我觉得呢，有几点是值得大家要这个思考的。第一点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就是我们这个洛阳白马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在座的人应该清楚的，这不是光是以一种文字上，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国王皇帝，应该在汉明帝。汉明帝他跟这个佛教呢是有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当时公元64年的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汉明帝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他梦见有一个就是闪闪发光的金人，金人的诸位呢就是开始这个发光，然后降临了就是他的这个皇宫，就降临了皇宫。他第二天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大臣集中起来，就是降服了这个道人。后来有聪明的，就是大臣呢，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个很好的缘起，就是佛教来到这个中国的一种因缘。据说是在印度呢，就是有这个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应该以他的这个象征和代表。后来这个汉明帝马上召集这个大臣丞相，就是派了这个18个人前往印度。你们想一想，当时的这个交通不发达，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这个从汉地到印度是就是多少的辛苦，但是古人的精神确实是非常的这种值得羡慕。然后当时去18个人，过了3年以后呢，就是遇到了这个迦叶
摩登河还有这个朱法兰啊，就这两位呢，就是从印度这个引起呢，包括国祥啊、国旗啊，就这些就是驮在这个白马上，然后来到了这个洛阳。当时皇帝呢非常的欢喜，就是已经迎亲。据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这个皇帝的这个皇宫的这种建筑模式呢，跟这个寺院的这个模式基本上都是完全相同。我都经常想，那个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跟那个寺院呢，就为什么完全是相同的？那么天安门的外面的这个院子也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应该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所以当时那个就是加里摩腾和朱法兰的听说是那个他的遗塔坟墓的话呢，到目前为止也有去年是什么时候，印度总统专门去朝拜过。我问一下，这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是最早的那个一直没有合管的吗？你们学历史的有吗？他的坟墓你们去拜过没有？可惜啊，我希望你们去，应该这是非常，你看公元那个6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到这个现在东汉时代，开始到现在就是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个是应该值得谈说的，就是这是一件事情。因此，汉地就是最早的一座寺院，就是我们这个洛阳白马寺，就是这个离这里那么近的地方。你还没有去这个拜，就是当然白马寺也是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就像是这两个人是非常伟大，的确是在汉地，就是佛法就是刚开始来到这里，而且当时翻译的那个42章经，大家应该知道读过没有？42章经42章经我希望你们在座的人应该看一下，这个第一部经典是这个42章经这是我像是对你的一个缘起，就是你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道士呢，在这个汉密地那里去这个说就是说这个佛教在这里兴盛呢，就是不合理的，应该会应该会。后来呢，就是大概是690的这个道士呢，就是来这个纷纷随处，就是互相这个鄙视。然后国王也同意以后呢，先开始辩论的时候，道家这个说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这个造那个济南，就是说是有分晋派，就是现在还是有就是分晋派现在还是有。那么在这个上面烧这个经典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佛教的，包括42章经为主的这些呢，就是都没有这个烧会，这是相当这个多的这个历史当中是有这个记载的，大家也是应该就是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当时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在龙门石窟是龙门石窟，这也就是我经常想，为什么古人呢，他们对未来的人们呢，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每一次操办一些寺院，每一次操办去一些没有境地的时候呢，现在的人呢，就是虽然科技极其的发达，经济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可是呢，人们都是每天都是在开发什么呀？开发就是我们的农田，开发我们的包藏像美国日本好多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大学夏令营的时候，很多大学都是在说，他们美国和日本呢就是很聪明，对不对？把自己的这些地下的所有的矿产呢都一直保护着，就是都不让开发。他一直是为了就是后代子孙呢就是一直留着的。可是我们这里呢就是到处都是在这个开发，就是为了金钱而开发。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后人就是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有多少？你们想一想。那么龙门石窟这里呢，应该是在北魏的时候。当然我也许在你们面前把门弄糊你们这里的这个历史应该你们来说，不用我来说。但是我以前很羡慕，就是我想龙门石窟当时是应该是从东魏开始，尤其是在北魏的时候是刻的是最多的，很多这个皇帝大臣他们呢就是开始刻这个佛像，尤其在唐朝的时候呢，就是60%的这个佛像就是在那里，总共有11万尊11万尊，全部都是就是以各种就是不同的风格，每一个朝代就是从唐
从那个从碑文开始，一直到这个大概是可能就是宋朝，就是北宋，应该在北宋以上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多的。那么这些呢，你如果去看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人们的这种这个大概是有400多年当中的话呢，就是一直在那个刻。但是这些刻呢，这些这个雕刻的话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非常悠久的这种文化。国内外的人，实际上的所有的人都去那里朝拜就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不懂真理的人呢，只是拍个照片就而已，就是实际上的。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真正去思考的时候呢，古人的这种思想，古人的这种精神，古人对未来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话呢，可以说是不可思议。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我想我们这个河南就是在这里是与这个佛教和古文化有一个非常的就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因缘还有当然就是远古时候的一些这个恐龙化石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你们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些都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对于未来来讲呢，真正的这个人类的这种遗产，人类的真正的这个文化我像是我们现在的人呢，虽然是他们特别的是吸求一些钱财、政治、经济，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呢，也许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会重视我们的这个古文化，也许会重视。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这个信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它会主宰的作用，它会教育我们的，它教育出一切的这种行为。因此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同学就是应该有一些启发，有一些启发，应该说我们的信呢，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当你的信成为善的时候呢，那么一切这个行为呢，就是会变成善。当你的信呢，就是成为恶的时候呢，一切行为就变成这个恶的。所以最后呢，我记得有一个法国这个文学家就是雨果，他说过一句话，以这个来做这个结尾吧。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的这个思想呢，是这个地狱呢，天堂呢，就是可以变成这个地狱；我们的思想呢，是这个地狱呢，也可以变成这个天堂。谢谢大家。